2名妙龄少妇受邀来到一艘游艇上服务，服务对象竟是一位103岁高龄的老头。原本他们想要拒绝这单生意，但是对方实在给的太多。其中一位女子表示会速战速决，到时候拿钱立马走人。此时海边的冷风异常的刺骨，诡异的氛围让他们感到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想离开的想法。不过在2人的相互鼓励下，他们决定先找到对方的游艇。老头约在47号码头见面，2人来到后只看到一艘又小又旧的游艇，瞬间感到有些失望。这和预想的差距有点大，不过为了钱，还是硬着头皮靠近了游艇。其中一位率先登上了游艇，他想着先跟对方打个招呼，而另一位则在岸上原地观察。然而查看一番，却发现游艇上空无一人，他以为自己上错了游艇，于是匆忙地选择了离开，因此并没有注意到门上沾满了血迹。可就在底下的女人准备上去时，上面的女人身后突然出现一个戴老鼠面具的人影，二话不说对着女人直接开膛破肚，将她的肠子拉出来充当绳子勒住了女人，最后直接将她活活勒死。另一个女人吓得赶紧爬上了岸，丰满的身材让她行动有些缓慢，她逃到了附近的一所游乐场。此时的杀人鼠一直紧追其后，似乎非常享受这种追逐猎物的快感。女人一边向后张望，一边拼命奔跑。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游乐园其实是杀人鼠的地盘，来到了这里就别想着活着离开。女人误打误撞逃到了一间鬼屋，本身十分恐惧的内心此刻更加的慌乱，她紧紧捂着自己的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杀人鼠一刀一刀往女人身上捅进去，面对身材如此诱人的女人，杀人鼠竟提不起一丝兴趣。女人的惨叫声让杀人鼠更加兴奋，最后女人惨死在血泊当中。到了第2天，几位年轻人相约来到游乐场游玩，殊不知他们将会死在最快乐的地方。昨晚被害的2人也是这次的参与者，但毫不知情的几人还在苦苦等待他们的到来，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也始终联系不到。几人商量后决定再多等一会儿。这时卷毛突然来了兴致，跟大家讲起了关于杀人鼠的传说。此时在游乐园的外面，杀人鼠还在玩着他的杀人游戏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杀。杀人鼠还有一个同伙大熊，他的杀人方式和杀人鼠不太一样，他喜欢把人抓回来关在铁笼中，听着他们苦苦哀求的凄惨叫声，这让大熊有一种痛快的喜悦感。2个杀手之所以会疯狂的杀人，是因为他们在帮医生收集人体组织，并将组织拼接起来成为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医生有时候非常无奈，2个杀手经常会把一些没用的组织带回来，甚至带回来的2只脚大小还不一样。医生这里特意批评了杀人鼠，让他下次不要再带男人的组织回来，因为他们要打造的是一位美丽的新娘。医生不管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，只要最后能带回有用的组织就行。为了能尽快完成完美的新娘，医生给他们制定了一个游戏，谁能在午夜前找到最好的身体组织，那么最完美的新娘就嫁给谁。这让杀人鼠和大熊瞬间有了斗志，立马开始出发寻找猎物。另一边，几位年轻人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等人，他们已经进入了游乐园，准备开始游玩。这时杀人鼠来到了游乐园的酒吧，可怜的老板就这样光速下线。此时年轻人们正在游乐场尽情的玩耍，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。但其中一对小情侣意外发生了一点矛盾，他们走到一旁就开始争吵，殊不知杀人鼠已经将目标投向了他们，他一把抓住了离他最近的女人。男友见状立马选择了逃跑，毫不关心自己的女友。等他跑到了碰碰车游玩场地时，发现杀人鼠已经到达了控制室。杀人鼠开心的连连拍手大笑，此时的男人已经被电得面目全非。这时杀人鼠坐上了碰碰车，朝着男人迎面冲了上去。另一边的女友并没有死，只是被绑了起来。医生仔细看了她的全身，最后对她的大长腿非常满意。就当医生准备砍下她的双腿时，女人突然挣脱了铁链，拿起一旁的铁片砸向了医生的大脑门。边上大熊见状，随手拿起一个锤子，直接将女人的脑袋砸扁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几位年轻人准备各回个家。这时他们发现队伍少了那对情侣，突然其中一人因为身体不适呕吐了起来，于是便独自去了卫生间洗漱。这时杀人鼠迈着欠揍的步伐走了过来，女生起初以为这是夜场的表演节目，还愣在原地静静看着杀人鼠，直到他拿出了一把匕首，女生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她立即转身就跑。杀人鼠也加快了脚步紧追其后，随后女生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就在杀人鼠即将要发现她的时候，突然外面传出了敲击声，吸引了她的注意。女生以为幸运的逃过了一劫，她悄悄抬起头查看杀人鼠的动静，可这时游乐设施却突然启动，杀人鼠立马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女生被吓得不知所措。下一秒，杀人鼠快速抓住了女生的一只胳膊，用匕首像切牛排一样直接将胳膊切了下来，最后再用女生的胳膊活活将她砸死。杀人鼠拿着自己的战利品兴奋不已。画面来到另一边，3名女生眼看时间太晚，有些着急回家，可其他人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就在这时，杀人鼠又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背对杀人鼠的女生毫不知情，另外2个女孩以为是变装游戏，
傻傻的站着，并没有提醒对面的女孩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女孩就被一刀捅死，两人顿时吓傻了眼，随即撒腿就跑。杀人鼠看到他们奔跑，却没有立刻去追，因为这里是他的地盘，他们永远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随后，杀人鼠将目标放在了眼镜男身上，他兴奋地挥舞着匕首，还没等他动手，眼镜男一不留神掉入了水池，里面的未知生物直接将眼镜男吞噬，水池瞬间染成了红色。解决完后，杀人鼠把目光投向了黑妹，他不断挑衅着黑妹，让她发出尖叫，尖叫声越大，杀人鼠就越兴奋，最后一把抓住了黑妹的头发，然后将她的肚子划开，但这次并没有选择下死手，他故意放走了黑妹，然后再继续猎捕她。不得不说，杀人鼠真的很变态。这时，黑妹与另外2位女生成功汇合，目前仅剩这3位幸存者。可他们刚刚汇合没多久，杀人鼠又追了上来，一点也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他们只能选择走为上计。3人躲到了一个仓库，可这里偏偏就是医生打造完美新娘的地方。看到主动送上门的女孩，医生内心别提有多开心，他虚情假意的关心他们，表示去办公室帮忙打电话报警。此时，黑妹在仓库发现了一只断手，吓得瞬间狂吐不止。这时，杀人鼠走了进来，朝着3人打起了招呼，随后掏出了一把刀。此时的3人已经无路可逃，只能站在原地默默哭泣。杀人鼠便开始认真挑选起来，用谁的身体组织来做成自己的完美新娘呢？他对爱的人非常的挑剔，似乎很难抉择。这时医生走了过来，他也不再伪装。黄衣女子胆子最大，她质问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医生非常平静地告诉他们，他曾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当过医生。杀人鼠是他见过最暴力的犯人，不仅会打断犯人的骨头，甚至还会吃了他们的肉。杀人鼠非常的疯狂，为了得到永生，同意参与医生的实验，因此他想要一个家庭，一个和他能在一起生活的完美新娘。医生也对打造一个新娘非常感兴趣。这时杀人鼠似乎已经做好了选择，他选择了最有魅力的黑妹，而另外2人趁着他们不注意立即逃了出去。这时医生提醒杀人鼠目前还缺少一条腿，杀人鼠立马领悟了医生的意思，对着黑妹的上半身肆意玩弄，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最后他将黑妹的人体组织吞进了肚子里。饱餐一顿过后，他再次出发追寻剩下的2位女孩。2人不管怎么逃，最后还是会被杀人鼠找到。黄衣女子为了保护金发妹，决定挺身而出与杀人鼠决一死战。可一个弱女子哪里是杀人狂魔的对手？金发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拖走，她泣不成声，只能祈祷杀人鼠能给同伴留个全尸。金发妹迅速跑到了游乐园的大门口，正好碰到了来找她的父亲。金发妹请求父亲帮她一起救出同伴。这时医生走了出来，大声呼叫着金发妹的名字，并表示他最看重金发妹的头。虽然听着很恐怖，可他依旧不想放弃拯救自己的同伴。父亲看到自己女儿苦苦哀求的模样，非常心疼，于是2人便分头开始寻找黄衣女子。万幸的是，黄衣女子并没有受到生命危险，只是被绑了起来。另一边的金发妹在仓库搜寻时被医生发现，医生将她带到杀人鼠和大雄的面前，并让2人决一死战，谁赢了就将完美新娘送给谁。2人听完便开始了较量。而这时金发妹的父亲趁机偷袭了医生，将他打晕了过去，随后让金发妹先躲起来。杀人鼠见到医生遇到了危险，想要替他报仇，可此时的大雄却非常执着与杀人鼠分出胜负，根本顾不了金发妹的父亲。2人又继续一决生死，原本都已做好战斗准备的父亲只能先走一步，留下2人继续为完美新娘苦苦战斗。大雄因为体型优势占了上风，但他没有杀人鼠那么心狠手辣，只是将杀人鼠打倒后就选择了离开。此时金发妹的父亲终于找到了黄衣女子，正要解救她的时候，却被杀人鼠一刀抹脖子。此时的杀人鼠已经彻底疯狂，等他发现大雄的踪迹后偷袭了他，最后用刀割开大雄的脖子。紧接着他将大雄的尸体带上了游艇，正准备将他扔进海里时，没想到大雄竟还活着。2人再一次进入激烈的搏斗。就在这时，海里跳出一只鲨鱼，正好站在船边的大雄被鲨鱼吃掉了上半身。杀人鼠最终活到了最后。等他回到游乐园的时候，天色已亮，而金发妹找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有找到黄衣女子。这次独自面对杀人鼠，他也不再害怕，他发誓要为自己的同伴们报仇雪恨。接着就对着杀人鼠展开激烈的对抗，没想到最后还真成功反杀了杀人鼠。可还没来得及喘息，医生便带着黄衣女子出现，他开始威胁起了金发妹，想要救出同伴就乖乖束手就擒。然而黄衣女子趁医生说话的功夫抢走了他的手枪，最后扔在地上被金发妹捡个正着，她毫不犹豫朝着医生开了一枪，医生就这样领了盒饭。扣人心弦的杀人游戏终于到此为止。以上就是2025美国恐怖电影《杀人鼠实验》的全部内容。整体来看，电影没有什么剧情可言，完全是一部无脑血浆片，血腥程度还算可以，血浆爱好者可以去看下原片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